我是 Judy，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力道 K 棒的终极班。那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上一集我们跟大家介绍了长 K 棒跟短 K 棒，那这一集就比较精彩了，一定要注意听，因为这一集牵扯到你买卖点的切入点，还有你怎么寻找标股。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所提供的图片，然后大家看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在看 K 线一长串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去理会所谓的丁线跟新线。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在上一堂课我们跟你讲说看长红棒就好了。那这一堂课更重要，长红棒中再去找关键 K 棒，这什么意思呢？然后大家从我的图形上看起来，什么叫做关键 K 棒？比如说我现在这边画了一个长红棒，可是它并没有在关键的位置，那它就只是属于长红棒。然后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找了一个上颈线，然后再找了一个下颈线，然后这边去做它那做一个区间操作。可是，一旦关键 K 棒出来以后，它其实就是展开另一波的涨势。由大家之前我教大家的 N 型理论，你就可以看到哈。那我们可以用 AB 段的涨幅去推 CD 段的涨幅，所以通常过了关键位置，所谓的关键位置就是前坡高这个地方呢，那这一根就叫做关键 K 棒。那当然是迅速把它上下颈线画出来，可是通常这种关键 K 棒一旦攻出去的时候，它会配合一个叫做大量，那接下去很容易就展开45度的攻击。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它会在这边小幅盘整，然后再攻出去。后面我会在下一堂课的时候再去介绍一些组合 K 棒，可是在这边就跟大家讲一个原理。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有的时候长红棒我去追，隔天就套牢了，因为它开高走低，就是我跟大家讲的遇到上颈线。可是有的时候我不追它就一路涨上去，那就是在关键 K 棒出现以后，很容易再出现关键 K 棒的投资组合，就变成说一个45度的上涨。当然你有时候也会被骗，如果你这个地方已经是所谓的市高的话，那它可能这边出现一个长红棒，然后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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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丁线新线，然后最后又出现一个长红棒，你好高兴，可是它已经到了市高的尾端。所以为什么我在教学的过程中，我第一个会选择先讲 N 型理论，就是告诉大家你的兵图大于一切。那 K 线，如果说你今天看不懂形态，只是要凭 K 线来做的话也是可以，但是你就只能做比较短期，因为如果你今天的判断是错误的，我这边举例哈，这边也出现了一根关键 K 棒，因为它也是过高嘛哈，然后这时候如果隔天出现了一个所谓覆盖线，就是把前一天的又吃掉的话，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在那个 K 线部分，我一定要找关键 K 棒哈。这个我第一个是跟你讲，关键 K 棒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出现在过前高关键位置的时候，那这个是指涨势多方不断创新高的股票。那如果我现在是一个跌势呢？我在下跌的过程之中，跌一跌，通常下跌过程中要扭转过程中的时候，它第一个要先过末跌高，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二高的位置，那再来是前坡高。那当有一个长红棒出现在末跌高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开盘价站上才算是正式的。有的时候有的人只占一半，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再多观察几天，不然你就会被骗掉了。那这个地方呢？那你说这个地方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代表在这个底下的部分，我们都叫做反弹。那当过了末跌高的时候，在技术面是正式由空翻多的讯号。那它通常过了以后，它还会再怎样拉回整理。好 ，OK， 那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OK， 所以你会发现说，过末跌高的时候是一个长红棒，然后过前波高也是个长红棒。如果今天你懂基本面的人，你明明知道营收会创新高，你敢不敢在这边买？你至少赚了一根涨停板，或者说一根长红棒，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位置人家会去追，那就是真正的关键 K 棒。那有些位置不可以追，是因为它已经到了尾端，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懂形态，这就是先教大家兵图最主要的原因。OK， 那刚刚呢是下跌一个 N， 那末跌高的部分就是在 B 波的部分。如果今天我们的下跌是一个那个1、2、3、4的下跌段的话，它的末跌高就是在二高的位置，也就是 B 波是在这个地方，这边叫 A 波，这边叫 B 波，这边叫 C 波。那你说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这地方就是第一个极短线的压力区。
那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可能会跟我讲说啊，你教这个很保守啦。那我们老师都教我怎么做呢？我告诉你呢，就是说这个下降趋势线一突破的时候有长红棒，我就可以立刻买，没错。可是大家有没有记得我跟你们讲，你要抢反弹没关系，可是如果你这边出现一个长红棒是假骗线，接下去出现一个就是说，今天接着下来，然后我出现了一根长红棒反弹。可是接下去我又这样子下跌 N 型扩大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变成要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必须把这个地方先搞清楚，就是说它过了前波高点，也许是长红棒，它过了1/2没，这个下跌波段的1/2没，如果没的话，那请你小心一点。然后另外就是说，它真正过了所谓的2高，就是 B 高的位置没，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地方都叫做反弹。我不是说它后面不会涨，而是这个地方你要用区间反弹的操作去看它，一直到它长红棒出现的时候，代表多方的涨势是真正形成。那很多人就很奇怪，他早不卖晚不卖，那我终于解套了，然后出现了长红棒，可是他忽略这个是关键 K 棒。所以很多投资人都会跟我讲说，哎呦，为什么这样子我一买就跌，然后我一卖就涨呢？是因为你不懂得关键 K 棒。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你画了这么多图好难哦，一定要记得这些都是你的专业知识，学会就是你赚钱的方法。OK， 我们再看看下一个。那这个关键 K 棒的确立呢，其实我们在初级班已经说过了，我再重复一次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用中间的实体棒的地方除以2。用上涨来讲是下颈线，就是隔天开高走低的时候一个买进点。那上颈线这个地方就是卖，但是这边是代表明天是盘整，因为要消化这一天的长红棒的等于说有一些就是上轿的人在这个地方会做一个整理。可是如果他一开始他就是以长红棒攻出去了对不起大家，这个就是45度线了，你就千万不要乱买乱卖。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在那个什么下跌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下跌的过程中呢，就是隔一天这个地方，这边是我的支撑，这边是我的压力，所以通常都会开低，然后再反弹，收盘不一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每天都想玩股票又做当冲的人，那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很熟悉操作。可是如果他隔一天因为利空，他就给你跌了300点，这个地方已经有跳空缺口了，千万就不要在下颈线这边买进了。所以我强调的时候，就是说盘整被有效突破的时候，千万就不能用盘整的应对。盘整的时候用盘整的应对，不是盘整的时候你要用有效突破。你就跟我讲我看不出来，没关系。第4堂课我教大家我们这个技术分析的精华江波图，你可以在盘中就可以看出来，隔天的走势到底是开高走低呢，还是连续的长红棒，还是连续的长黑棒？所以敬请大家期待。好，我们再看一下，到时候关键 K 棒出现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时间，因为时间是来辅佐形态。那它的有效短线的有效期间是4根 K 棒。4根 K 棒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长红棒出现了以后，我5日均是不是我等了4天？然后接下去我如果要续攻的话，我是要把5日平均线往上攻，然后大家才会跟着抢进来。很多人喜欢沿着5日线去做短线的操作者，所以这4根之间是给大家做盘整的，或者是说看它是不是假，那根长红棒是假的，所以有效期间是4根。那如果说4根不表态的话，你要盯到8、9根，为什么？就是10日均线。所以大家一定记得，就是说，你一根长红棒出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哎呦这样子，哎卖了结果出去一根长红棒，说哎呀 Judy 老师为什么我一卖它又大涨了？因为你完全没有去想到它是一个组合 K 线，那这我们后面都会去教它。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大家，是说长红棒我们要去有时间的观察，那同时我们要用量能去配合它，因为量是真正投入股票市场的钱。如果是假的关键 K 棒或者是假的长红棒，它的量能是不会大的。所以真正的关键 K 棒它是伴随大量。那我这个地方一样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急，不要学了这个就说我不会画 N 型理论，我不画了。一定要先懂形态，然后再用 K 线来决定。如果你只用 K 线决定的话，那对不起，如果你被骗的话，那你要自己怪自己咯。 OK， 那我们讲完 K 棒以后，我就要告诉大家今天介绍的是2日的组合 K 棒，那下一集我会跟大家介绍3日的组合 K 棒。那为什么要介绍2日的组合 K 棒呢？我已经告诉大家，当一个
当一个长红棒出现的时候，它的隔天只有3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说向上攻击，就是突破了上颈线，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所谓的飘线跟涨势线。所谓的涨势线说这边是一个长红棒，这一根也是一个长红棒，那它就是表明它要向上攻击了。另外一个叫飘线，飘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开很高，可是它收盘是黑的。那为什么我还是把它放到攻击线性？因为它通常有的时候是骗线，隔一天再开一个红色的 OK。是不是这样？所以在飘线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等一等。当它有上影线这个地方，代表它有攻击，然后等于说它的决断日是在再次一个交易，就是第3个交易日我们再决定。好，那最常出现的就是盘整。我想盘整就是这个区域，我画给大家看，就是这一个区域。那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什么什么夜星什么星什么星，我告诉大家这些我全部都不看了，因为我看我的冰图里面我只看长红棒，因为这些对我来讲没有用，它只是盘整，它没有突破，对不对？那所以这部分我是不去注意它。当然，如果说投资人你很注重这个的话，那你就慢慢分析。我本身是不做分析。那除了攻击线性以外，我们还要非常注意一个叫趋向线性。趋向线性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一个长红棒出现在4高的位置，接下去它其实是要反转向下，只是你不认识它，然后你认为说它又突破了新高了。那这时候它的隔一天呢，可能就会出现上面有很多名词，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重要就是说，它回档的第2天，它跌破了这个关键 K 棒的所谓什么下颈线。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长红棒出来以后，隔天或就是隔几天，我们要观察。我刚刚已经讲了3至4根 K 棒。下颈线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位置，如果它跌破的话，那你其实可以把你的心力看到别的标的。我不是说它不会涨，而是它整理期间会拖长。OK， 所以关键 K 棒的运用诀窍就是说呢，我们先找到所谓的关键位置。那当我们在关键位置的附近，当它快过的时候，其实你如果懂得基本面的话，会不会突破这根，你自己都知道。所以有些人以基本面为主的时候，营收会不会创新高？其实在这个地方，你光看它股价表现你就知道了。而通常一根长红棒出现以后，隔天你才会看到营收创新高，然后隔一天可能又开高走低了。所以不管是往上或往下的关键 K 棒，我们只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的重心看冰图的时候，先找所谓的长 K 棒，然后长 K 棒出来的时候，我们先确认它有没有大量攻击，如果是小量可能会骗我们，然后接下去我们就运算支撑跟压力，大家应该都会算了。该怎么算？前面都已经介绍过，所以我就不讲了。那他这边要讲的就是说，你的支撑跟压力出来以后，可是它如果是一个趋势盘的话，那你就要趋势操作；如果是一个盘整盘，你就盘整操作。所以这个地方在江波图后面我会跟大家再讲细的一部分。OK， 那接下去跟大家讲关键 K 棒的运用。那我想把形态加进来哈，你看。1高、2高、3高、4高，通常关键 K 棒在突破前波高的时候会有个关键 K 棒，但是它也很容易骗你，就是在一个尾端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红棒，它也是创新高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在用关键 K 棒的过程之中，你一定要记得形态。比如说你今天用在这边，你怎么知道它今天是会下跌一撇，还是一个 N， 还是像我之前跟各位介绍的呢？就是说它这边是1，这边是2，这边是3。你会了解吗？你当然不会了解，所以这根当然就不能追了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卖出，他这个地方完全不进，为什么？他宁可这个关键 K 棒出现以后他再进去，为什么？确保他资金的安全。那当然，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说，无论你在1高、2高、3高的关键 K 棒套牢，你都会有机会解套，可是到了4高那就不行了，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所以在今年2022年1月5号反转以后，很多的高价股拼命的往下跌，大家都不懂了。我在前面怎么去接它都可以解套，为什么现在不行？因为它的形态已经走完了，走完以后，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它会拉回一撇或一个 N， 或是一个下跌的 N 加 N 去做整理。那有的时候你光看基本面没有用，还有包括了震惊的变数，不是只有基本面可以解释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说你要懂形态，然后找到转折点，然后也不能光用一个关键 K 棒去算它，所以要把形态算完，那关键 K 棒你就知道哪个可以跟，哪个不可以跟了。OK， 我接下去用实例跟大家讲，让大家知道这个实例以后，然后就不会那个什么错过。那这支股票叫8046南电哈，我想这支是等于是
算是2020年3月反弹以来一只非常强势的个股哈。那在这个地方，我想大部分人都不敢追，可是为什么有人可以稳稳的持有它？其实它就是运用了关键 K 棒。首先我们看一下它整理多久啊？整理了这么多年呢，然后完成了1、2、3、4，好 ，OK， 它在它反弹的过程中，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关键点是末跌高，所以大家看它之前的 K 线都是短短，也许说就是跟大图比较起来的话，整个 K 线图它这些都只能算是丁心线小小的，可是当它要攻末跌高的前后的时候，量其实已经放出来。那我们真正长线能介入的点是这个点。OK， 这个点完以后，它就展开关键 K 棒的组合。有没有看到一路它往上攻？那如果说你了解形态以后，你已经算得出来，就是说，这一段大概涨了3年左右哦。我们时间有对称，所以你也会很清楚说这一段大概也涨3年，你就不会因为它的价格往上涨，然后很快就把它卖掉。那你会问我说啊，Judy 老师，那你是怎么勇敢的持有？如果你有这只股票，很简单，每一个关键 K 棒的上颈线、下颈线都画出来。画出来以后，如果有正式跌破的话，你再说。就像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这个地方有一个黑 K， 是一个覆盖线，就是把前面的红棒吃掉。那你要观察，它后面又攻出去了，不是吗？好，所以时间形态我们都把它对称完了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卖到相对的好价钱。或者说你都看不懂 ，OK， 那像这种标股，我能够教你的就是说，当最后一根长红棒的原点，就是说正式跌破的时候，就是你卖出的时候了。好，那今天就是我们讲这一堂课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OK， 讲到这边的话，也到了节目的尾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力道 K 线的关键 K 棒。相信你听完了以后，也希望自己能够持续的找到这种像8046的45度股票，在它过末跌高的时候，就可以稳稳的持有它，再配合基本面，就可以卖到相对的高点。那这2年的获利报酬率也是相对非常可观的。那希望你从今天的课程学到一些经验，可以运用到你的投资理财上。那如果有不清楚的话，赶快到我们的部落格，我们部落格有更详细的介绍。OK，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到了尾声，要提醒你哦，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你的小铃铛。谢谢。